西贡结界香港行山界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要一个人到西贡东郊野公园，尤其是大文山一带。我叫阿轩，2016年那时40岁，行山资历超过10年，香港大部分山径我都走过，包括麦理浩径全程。我从来不信什么结界、鬼打墙这样的事，行山迷路不外乎是准备不足，不看地图，高估自己能力。2016年6月18日，星期六，天气很热，我决定一个人到西贡东郊野公园，路线是从北潭涌出发，经大枕盖、大文山到北潭凹，全程大概5-6小时，下午3、4点就回到家。我带了2公升水、面包、地图、指南针、后备电话电池，我以为自己准备充足，但有一样东西我没带，同行的另一个人。早上10点45分，我走到北潭涌闸口，拍了张照片放上 Facebook， 写下一句：今天好热，突然好想下雨。这张照片，这句话成了我失踪之前最后的公开动态。发完个 post 后没多久，天色突然变暗，远处有雷声，我心想真的要下雨，于是我决定原路折返。但是我走了不到5分钟，天色又突然放晴，很快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那下我没有畏意，还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继续按原计划前进。我走了大约2个小时，到大枕盖和大文山之间的一段路，那一带树林茂密，路径不算很清晰，但对我来说没有难度。然后我忘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我的下一个记忆是躺在一堆灌木丛中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黑漆。我看手表，晚上8点多，我足足没了5-6个小时。手机响，是我老婆打来的，我接了，告诉她我在西贡山上，准备下山回家。说完收线，我把手机放回裤袋，然后我发现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认得那一带的地形，但这里不是我晕下来之前走的路，周围的树木、石头、山势全都很陌生。我尝试打开手机地图，没有信号，完全没有信号，一格都没有。我站起来，打算先找一条明显的路径再算。我走了大概10分钟，习惯性的摸一摸裤袋，手机不见了。我停下来，全身检查，裤袋、背包、侧袋、外套袋全部没有，手机、钱包、烟、火机全部消失。我明明几分钟前才和老婆讲完电话，为什么会不见？我沿路回头寻找，走了半个小时，什么都找不到。天色越来越黑，我没有电筒，没有导航，没有任何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工具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第一次涌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恐惧，不是普通的惊，而是一种很原始的，像是被整个世界遗忘了的孤独感。我摸黑走了好久，完全不知道方向。最后我找到一条溪涧，在旁边找了块大石头坐下，打算挨到天光。那一夜很奇怪，是6月中，应该很多蚊虫，但整夜没有一只蚊咬我。我不觉得肚子饿，明明上一次吃东西已经是10几个小时之前。第二天天光，我起身继续走。我走没多久，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山谷，山谷中间有一个水潭，两边有瀑布。我走进水潭，想装点水，然后我听到一些声音，声音是由水底的石头发出的，不是普通的水流声，而是人声。我伏低身子，把耳朵贴近水面，清清楚楚我听到有人说话，有收音机声，有电视声，有车声，有孩子哭的声，像整个城市的声音被缩小了，塞进每一旧石头里。我吓到向后退了几步，然后我看到一个男人站在水潭对面，那个男人的背影我很熟悉，是我中学同学阿东。阿东，我大喊，他没有反应。我沿着水潭边跑过去，一边跑一边喊他的名字，跑到他站的位置，没有人，地上连脚印都没有。我站在那里，整个人僵住了。然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地方有更多不对路的东西。天空的颜色很奇怪，不是蓝色，而是一种灰白色，好像永远都是黎明之前的那种光。周围很静，静到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但偶尔又会突然出现一些声音，脚步声，树枝折断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你身后呼吸的声音。每一次我拧转头都没有人，我开始奔跑，我不管方向，不管路径，我只想离开这里。
我跑过一个又一个山头，经过一条又一条溪涧，但周围的景色好像不断重复，同样的树，同样的石，同样的灰白色天空。第3天，我到了一个让我彻底崩溃的地方，一个山坡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几十个墓碑。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，有墓碑就意味着有人，有人我就可能找到路出去。我走进其中一个墓碑，蹲下看上面的字，没有字，块碑是空白的。我再看旁边那个，也是空白的，全部碑都很旧很残，表面有青苔，但上面一个字都没有。我开始发狂地跑下山。我认识西贡，我在这头行过这么多次山，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山坡有公墓。这里根本不是西贡，不，应该说这里不是我认知里那个现实世界。我回到了水潭旁边，因为整个山谷里只有这个地方我认得。我坐在石头上，开始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出去。我想起丁丽华，她也是这样吗？在某个没人找到的地方不断兜圈，不断喊救命，却永远没人听到。然后我听到一把声音，不是从水底石头发出来那种，而是很清楚很近，好像有人站在我身后。你别在周围走了。我拧转头，没有人。你越走越入。我的声音很震，你是谁？没有回应。我等了好久，坐到天黑，坐到第2天天光，那声音没有再出现过。但我决定听他的话，不在周围走。第4天，我决定沿着溪涧向下行走，就算是在诡异的地方，水最终也会流向大海，流向有人的地方。我走了好久，途中我不断看到人，有些是我认识的，有些不认识。他们站在路边，坐在石头上，站在树荫下，每一个都看着我，但每一个我一走近就消失。我不再跑，我只是继续沿着水走。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也许几个小时，也许更久。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普通的景色，一个水坝，一条石屎路，远处有几个外国人走过。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，不敢走过去，因为之前太多次我一走近人就消失，但这一次不同。其中一个外国人看到我，和我挥手，我走过去，用英语问他借电话，他借给了我。我打给我老婆，电话接通那一刻，我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哭了出来。我在咸田湾附近被巡逻警员发现，我失踪了4天3夜，外界找我很久。之后我在 Facebook 写了一篇长文，详细记录了这4天的经历，大概3500字。有人信，有人不信，有人说我自导自演博出名，有人说我是吸了山林里的有毒气体产生幻觉。我不在乎别人信不信，我只知道从那天开始，我没有再一个人去过西贡行山。如果你有机会到西贡东郊野公园，到大文山一带，你可能会看到一条不在地图上的路，不要走进去，因为如果你进去了，你可能会听到石头说话，看到认识的人凭空消失，看到没有字的墓碑，和最重要的，你可能出不回来。丁丽华就是这样消失的，而我能回到出来，也许只是因为有一把声音跟我说了一句，你不要在周围走了，或者是因为有人在那个世界里想回家，但回不去，所以他帮了我一把。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西贡有一个结界，而我曾经在里面。全文完。本故事改编自西贡结界真实都市传说，2005年丁丽华失踪案及2016年张善鹏失踪案，部分人物情节为虚构创作。真实事件中，张善鹏于失踪4天后获救，并于社交媒体发表长文记录经历。丁丽华至今下落不明。